气候变迁是全球嘅课题，而用嚟对数据水环境来应应气候变化嘅案件，也更来更重要嘅。2025年台湾水准论坛桃园里边，连带办理3年嘅活动，6土、6苗、6年係100論壇嘅重點。主辦單位台灣遠足聯盟希望用論壇來加強全台各地關心台灣水環境嘅盤，係個公部門分享經驗互通，用嚟來強減公民參與，係個公司協力嘅能量。由台灣永續聯盟舉辦的2025年的台灣水準論壇，喺雲林連辦的3日的活動。論壇舉辦嘅係已經係總統風采達那時所過台灣100年咧，因為風采所造成的傷害還喺修復當中，尤其係對農民和個漁民的產業傷害還係一定大。按你講哦，你要拜西部走太水，按你應講韌性社區。韌性農業，你講一個養殖業不是很慘，同天西工業佢哋那個漁業很慘。有看到一個報道，就會講佢應該仲係太陽能發電，佢冇同天的問題，佢嘅冇死鐵。100億達那時風采造成全台灣大約有100萬戶無天可用，對產業的影響甚大。慈雲山產業交流協會總部主常務幹事喺水準論壇上講，唔愛停天對地方的產業有一重要嘅分享其長期喺花蓮推動用低水準來發電，大幫6年發展遠新社區遠全產業的概念和個做法。所以我們以前想要推公民電廠，後來我說公民電廠如果用微水利來講，其實是不划算的，反而應該朝向韌性社區的概念來發展，可能是比較好的。因為我哋啲花蓮我哋啲慈雲山社區咧就做微水利發電，所以我講順沙坑佢呢片有發出就安尼。發電改變的經驗，要辦用關外溝渠來發電，所以順沙坑一下，第片那個中橋的有發出用微水利發電的方式來綠道、綠能、綠網，怎麼樣子結合了迄個就了拜的水軍論壇的主題。我想這個環境其實是蠻適合露營。那我們就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走入一些我們平常忽略掉的一些綠道，然後去了解說，什麼源頭牛港這些國家水準國家綠道的這些倡議者，也在附近就是跟公部門合作，在附近種很多這些相關的一些灌木跟小木。好像是這樣，還是？看影片大幫簡報來講其他想法，休息時間大家就會相互交流。關心水環境的團體盤稱，韓國水利相關的政府單位專家對全台灣各地來到雲林參加論壇。對你來講很輕吧？其實乜家都有興趣啊，都多元興趣啊，個乜家都有好奇心啊，就所以講能夠參加我就盡量啦。因為喺大台北頭對南部嘅水準好冇了解，我是根本嘅造成當坐嘅高鐵來到雲林，因為依家湖尾佢有當到嘅古蹟，我本身是第一有當到嘅古蹟，做得去了解，還有啲水準當到嘅水準步道，做得去行聊聊。最遠當然就是花蓮包括像慈雲山產業交流協會鍾寶珠常務監事，他們是我們去年的主辦吶。南部當然像我們的
美浓田野学会嘛，好，然后加上我们北部的，大概再加上在地的，应该有快要20个团队。台湾水准论坛是前土将军文化学会杨清良理事长发起的，不定时邀请关心水议题的朋友，打帮论坛相互沟通理念、联络感情、非官方的平台。最早时间都讲，因为全台湾大家因来嗰多年开始想关心一水源议题啊，水源议题都对于一个排水都水准重要。最早的2008年，就道交警学会杨清良理事长伊都邀来，伊都讲，因为讲有必要明年就可以有一种全国水准会议都将有机会跟全台湾大家愿意关心一个水环境还有水准规划的一啲人是朝向嚟，做一下一种经验交流。对18年前开始举办以来，水准会议虽然没像前理事长杨清良所想的当年举办，不过到期没办了10几year，天天呢看见的改变水环境的能量和个趋势。我们今年2025的台湾水军会议，水军论坛啊，在云林举办。那一方面当然是去年开始我们在花莲就从2天变3天了。那也慢慢大家理出一些可以长期关注的面向就是分别是绿道、绿网、绿能当然绿能指的就是比较微水力发电。滚滚泥流水势湍急，大水将宝来溪岸边土石掏空。阿里山乡新美村一条农路抢修到一半，因突发土石流而停工。屏东雾台大武村内到处泥沙滚滚，连阶梯都变成泥浆瀑布。就像是早就知道昂岛昂台的水利工厂，没符唔到气候变化，年4年还卡厉害的博太水。早在10多年前，闽南农村田野学会的执行理事文冲良同长期的研究，高平地区水资源呢，等测试高数也多年就开始创意在农地方种水的囤水概念。我们在地方上，我们跟农民的想法就是说，用农地来种水。我们想在北农溪用农地来治洪的时候，哇，整个地方农民群情激愤。因为第一个概念，他想要治洪的概念就是说，你根本打挖就没了。所以说，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谈到治洪，大家第一个印象就会觉得说，你又想要来挖我们的农地。在水准论坛上，文冲良喃喃地讲。佢当时喺广东农民很抢下来参加，有一难呢。2021年，水利署天天采取赤峰计划嘅政策，推动用非工厂嘅方法来降低企业博太水，安尼用农地囤水嘅创意推动起来就很难顺利嘅。涵养地下水咩哈？有安尼太型嘅安尼嘅治洪池嘅作用安尼啊。囤水囤嘅，唔會講好多啊！田江進水進特久，嚇，3、4年後，都可以以安尼嘅田江嘅板塊，都可以改開來，啲水都流走安尼啊！最少囤嘅經驗嚟安尼吼，對田江唔會有乜個傷害啊！我們用非工程的手段來做一些因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一個降雨量的一個增量。目前水利署它在所謂這個在地治洪裡面，在全台目前有2個案例。有2個案例，一個是在美濃，另外一個呢，在雲林的有材料。闽南海業政治來講，差不多是10多年前都已經完成了，但是睇下論10年以來咯，結果闽南嘅水災其實嘛可能就越來越多啊。但是也唔係講工廠做嘅無效，係你講係你面對嘅變化，氣候變化是特強，還是透過做兩方面吼，就講官方有做官方嘅方式，咪以內局限。民間都做事情不夠有彈性，喺兩邊配合嘅做法，相對來講效果會較好。喺政策支持韓國民間嘅大變下，也下高雄民農有184歳嘅農民提做一項計劃，囤水嘅田丘有到110.4公頃案發。就像剛剛張館長可能有提到的，就是說，他的我們不要去擾動蝙蝠在可能在隧道裡的環境。
大饼的19年，也下水准论坛唔单枪，係國際民間團體溝通倡議，用嚟維護水環境嘅平台，咪係政府部門熟悉地方意見嘅管討。攀談多年下來，官方嘅參與都越來越多啊！甚至你講官方個願意來參與啊，就變啊，都等於講，伊都會建立一個機制哈，就講本民間團體跟官方如果有對話方式哈，都得互相了解，都促成一種你講公私協力啊，啊，講咩講，以像台灣有一度都大概都已經潮濕了。在因應極端氣候，這種風雨變化，水資源變化更快速的一個大趨勢下，怎麼樣去創造更多微區、地區型的可以減災滯洪，又可以保留水資源，這個方向已經水郡聯盟已經也辦了很多年，都有一直在探討啊。但是就是說，怎麼跟觀光部門達成更好的方向，這個部分還需要再來努力了。車子過的這個橫向的是我們的國家水郡綠道在我們的右手邊這是未來的國家級的糖鐵綠道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目前全台灣唯一還在載運甘蔗還在使用中的鐵道就是這一條唯一載運甘蔗的。大巴嘅水準論壇除咗規劃室內嘅公園，咪會帶領大家實際去看地方嘅水準、涵蓋富強嘅環境。那這次我們3天就涵蓋了海線、虎尾跟山線，所以我們這3天也會邀請一些不同的在地好朋友，我們會簽一些合作，進一步大家希望再來推綠道，然後慢慢的把它架構成一個雲林縣或嘉義縣大家有一些比較縣境內的除了南北向的國家綠道，也有一些比較東西向大家串聯。那為什麼叫水郡綠道？因為它都在我們的水郡旁邊它是一個綠色的意象的一條自行車道，所以叫水郡綠道。那北端就是我們這個地方，就是林內它的終點的話，就是南端的起點是烏山頭水庫總長88公里，橫跨3縣市。除了主線的國家綠道，這些支線的周邊能不能也有一些合適的路徑我們可以來規劃一些綠道希望慢慢它就從一個只是一條線開始向魚骨頭往外長。規體次呢人喺雲林嘅海線、富米、韓國山線冇相同嘅素材去留去看，順等水準規路嘅去看，建村、有機農場、同種一定素材，提出要用國家綠土做出線，橫向嘅串聯、順向嘅村里嘅水準，韓國地方嘅文化。形成完整的生活綠土，係亞拜2025年水準論壇提出的新創意。希望未來這個綠道，回到就是大家的生活，它是一個大家可以親近，不是只是官方的事情，也不是只是學者專家或民間團體事，可以未來慢慢變成是公眾可以一起來，我們來關心是生活的綠道，生活的步道。這一塊我們從今年也希望開始慢慢做在地的一些倡議。因為這次的這個水郡綠道很湊巧，剛好就是都在嘉南大郡的整個沿線的旁邊，所有的不管是渠道啦、用地範圍，全部都是我們農田水利署的範圍所以我們農田水利署他們就責無旁貸，就要跳出來了綠土、綠苗、綠能係亞拜水準論壇共同嘅中心議題。今日希望經過亞拜嘅論壇，可以讓更多嘅人來了解、關心順風嘅水環境，大幫公民參與，韓國公部門同民間嘅合作，來鞏固台灣嘅水資源。